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发现，那就是哈佛大学精神学教授约翰·麦克写的报告《绑架：人类遭遇外星人》。里面记载了外星人从几千万年前到现在都在进行一个和人类的混血计划。我看完之后就如井底之蛙，看到了宇宙，震惊了。主要是因为这个报告非常真实。麦克教授对76名经历过外星绑架事件的人进行了催眠放松疗程，之后把他们的话全部都记录了下来。麦克教授在书中也写道，他对他所研究的结果也是震惊了，一切都无法用精神学科学进行解释，唯有相信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接着我又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把麦克教授记载的最详细的13个案例，再加上孟兆国和女外星人那个事件，还有祖鲁大法师穆特瓦被外星人绑架的证词，全部都放在一起。我把这所有的资料全部都看了一遍之后，就把它们像马赛克一样全部都拼凑起来，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麦克教授揭露的外星和人类的杂交计划。但是很不幸的是，麦克教授在2004年不幸被汽车撞死了。一切都是那么蹊跷。有些事情我平常不会在公开影片中讲，但今天在继续之前，大家一定要打开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是你的网络隐身衣，透过加密演算法，防止犯罪分子破解你的网络数据，获取你的隐私。新年全家出门旅游，在机场、酒店连接公共 WiFi 时，一定要提前打开 Surfshark VPN， 否则你的行程、信用卡、密码等隐私个资都可能泄露给诈骗分子、广告商等机构，非常危险。Surfshark VPN 还可以帮你切换 IP 地址，切换不同国家。我们在线上预订酒店和机票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同 IP， 享受不同国家的新年优惠价，年底购物省到爽。这个功能还能一键解锁全球奈飞、迪士尼家等串流平台，随时观看不同国家的贺岁影片。更重要的是 Surfshark VPN 超级省，一个账号全家设备都可以使用，更有7×24小时线上客服。现在点击影片下方说明栏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NicholasYoung， 使用优秀铁的团专属优惠码 NicholasYoung， 马上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试用期。赶快和团长一起打开 Surfshark VPN， 开开心心迎新年。约翰·爱德华·麦克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作家，哈佛大学精神系主任、终身教授。麦克教授一生发表了150多篇科学论文，写过11本书。1977年还获得美国普利策传记奖。1990年1月，麦克的朋友纽约艺术家 Bud Hopkins 找到他说他认识很多自称被外星人绑架的人，想找他做一些心理治疗。麦克教授一开始和我们一样，一听到有些人被外星人绑架这种故事就觉得这些人是得了被害妄想症的什么精神病之类的。但是麦克逐渐和这些人接触之后，并使用引导催眠法，让这些人在被催眠的状态下回忆曾经发生的那些细节。之后麦克教授大受震撼。当时是1990年，互联网才刚刚开始，而且媒体也很少有对外星人接触的详细报道。但是麦克就发现，找他咨询的这些人出现3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叙事高度一致性。被外星人绑架的这些人相互不认识，但是他们在描述外星人绑架的这些流程、飞船内部，还有最后的外星手术的一些细节，非常详细，而且出现惊人的一致。第二个就是麦克教授和其他的同事对这100多个人进行评估之后，排除了他们心里有心理失调、幻觉或者是编造谎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讲的这些故事不可思议，但是他们都不是精神病，而且没有撒谎。第3个点就是被绑架的人都说他们是被外星人用高科技工具检查过身体，而且是留下了疤痕。麦克在检查过这些人之后就发现他们都不是幻想。所以麦克教授在书中总结说自己一开始也不相信，但是这一切让他不得不相信，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理解，甚至超越现实的物理定律，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之后为了进一步研究，麦克就设定出一套严格的筛选条件，准备找出真正可能和外星人接触的人群。他提出了研究必须要有3个必须，这些人必须在意识清醒或者在催眠的辅助下，可以回忆出和外星人接触的一切细节一定要有细节。第二就是必须有强烈的恐惧、痛苦、奇异等等丰富的情感表现，因为没有这些感觉或者是太平淡，就说明这些人是在编故事或者在演戏。第3条，必须排除明显的心理疾病，这些人不能有幻想，或者是不能有什么神经病之类的。在严格检查之后，麦克就从100多个人筛选出76人，年龄从儿童到57岁的都有，然后对他们进行放松催眠，
同时录音，其中有13个人的证词最丰富，他们的证词合集就是麦克写的这本书《绑架》。麦克在书中总结道，他说，我面对的是一种我认为无法用精神病学解释，但在西方科学世界观框架下又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一切都是违反唯物主义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他建议不能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他意思就是说，像宗教神话里讲的什么天使啊、以诺书巨人，还有人类被外星人绑架这种事儿，科学界不能因为不可思议就不研究，而是要重新审视它们的合理性。在发表完这本书之后，1994年5月，哈佛大学觉得这本书太过于玄幻了，于是就组成了一个同行委员会，对麦克教授进行秘密调查。这是哈佛史上第一次对终身教授进行这种调查。当时哈佛大学委员会谴责麦克教授，说什么向外界宣传有外星人存在，说这个是极其不负责任、不专业的行为。但是麦克教授在当时得到了美国大律师丹尼尔·希恩的法律支持，还有美国老钱洛克菲勒的孙子劳伦斯·洛克菲勒的资金支持，所以哈佛大学不敢对他动半根手指。最后哈佛大学表态说，麦克博士具有学术自由，他可以不受阻碍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绑架》这本书的背景就是这样，它真的不是什么地摊文学，而是真正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的一个科学研究报告。接下来我就根据麦克教授的报告，以一个被绑架者的视角，给大家详细描述外星人的混血人类计划。闪回。一开始被绑架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以前发生过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怎么总是全身不舒服，比如肚子疼、耳朵疼、头疼或者耳鸣嗡嗡的之类的。睡觉的时候还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有电流通过全身不停的这么抖动，并且他们会经常流鼻血，次数非常频繁。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是身体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脑子宕机之类的，也没有继续追问，直到他们出现了闪回。闪回就像电影一样，大脑突然回忆起一些奇怪的惊悚的片段，像幻灯片一样刷刷的闪过。这些被绑架者当他们进入医院，尤其是躺在手术台的时候，看到灯或者是医生拿出的针头时，他们的大脑就会突然闪过一片白光，之后白光里就出现一个头特别大的有着巨大黑眼睛的生物，他们拿着金属器械刺穿他们的肚子，还有穿过他们的鼻腔。这时候这些人就会在闪回的幻觉中大喊大叫，像疯了一样。麦克教授在报告中就写道，这些人回忆到外星人对这些人说过，你们不会或者是不应该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因为有意识的回忆痛苦可能会干扰你们人类的生活。外星人说的都非常对，出现闪回症状的这些人类，他们都有一些情感疏离症状就是说他们对夫妻恩爱这种事情非常反感，因为他们被别人抚摸或者是按摩的时候突然闪现出外星人用什么金属仪器刺穿他们身体的这些恐怖的画面，而且还会不断回忆起自己在飞船中被实验的一些恐怖的片段。于是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去寻找什么 UFO 外星人的报道书籍，想把自己大脑中的记忆碎片给拼凑起来。有一个波士顿的女生叫做凯瑟琳，在1991年2月的时候，她在深夜开车回家，等到回家的时候发现本应该是20分钟的路程，怎么就过去了2个多小时，中间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来。等到第二天中午，当他打开电视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一个新闻，说昨晚10点左右，当地出现了 UFO 从南飞到东北。这时候凯瑟琳大脑就突然开始出现闪回记起了一些事情。在其他案例中，被绑架的人出现闪回状态之后，就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肚子、大腿上有伤痕，而且他们的皮肤下有什么凸起。麦克教授报告，有一位匿名的女士就从鼻子中取出一团直径2厘米左右的金属丝状物，然后交给麦克教授。麦克教授亲自化验之后，发现这团东西是以碳、硅、氧还有微量元素组成的纤维。之后他又找了一个同事是核生物专家，最后结论就是纤维不是天然的，而是某种科技纤维。然后大家再看一下1994年孟兆国事件的采访录像，出现了类似咱们电焊那个弧光，我就看我脑袋嗡家一下，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我脑期间呢，这么一抠，好像就当那皮这么一抠那啥呢，能有这么长一个东西。我告诉这一拽能拽这么长，
跟那柚皮一样的，几乎就跟那柚皮是一个颜色。完了后来我也发现大腿家也是呢，哎，但大腿这块倒没有抠下来类似那个东西似的，是吧？都是一些极致的巧合，而且时间也是重合的，都是发生在90年代。难道这个外星人也来了中国采集样本了？在孟兆国案例中，他还和一位2到3米高的女外星人发生关系，木头瓦也一样。It climbed over me and made love to me, and there was no emotion in that whole nonsense. There was no, I just. 所以接下来就是揭秘的重点——催眠。麦克教授在挑选出合格的经历者之后，会用一种临床催眠法，叫做放松诱导式回溯催眠。这个方法类似我之前讲过的瑜伽呼吸法，就是大吸一口气，然后憋住，停1到2秒，然后再慢慢的呼出。这个循环1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在心理学家的引导下，这个治疗者就会进入一种半清醒的这种恍惚状态，就像入定了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回溯自己的记忆中被抹去的部分。大家看一下我找到的麦克教授对一名叫做 Peter 的人治疗的记载，录音非常激烈。18, 19. They want me to come. Can I express it more? The anger? I can't get up, though. I can't get up. I can't do anything. Where are you?我跟大家说今天的影片我都是在麦克教授的这个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也深入研究了一下，不是瞎掰的。在催眠呼吸法中，回忆起被外星人抹去的记忆的这些人他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绑架事件一般是在晚上的家中或者是森林中开始。当天天空中出现亮光之后，在户外的经历者就会看到森林中出现奇怪的鸟类猫头鹰之类的。而最常见的动物，他们看到的是一种鹿头上有角的。为什么是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上传的会员节目这个秘密在圣经的第1句话里。除了户外，在家中的一些被绑架的人，他们会被催眠，然后直挺挺的全身漂浮起来，被外星人用这种漂浮的方式带走。这时候就会有光出现，打在墙壁或者是房顶上。书中推测，外星人是可能有一种技术，可以让固体在分子层面产生一种震动，人体也是跟着震动一下，就这么穿过去了。出去之后，他们就会被光牵引着进入一个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像蛋一样的小型飞船中。这时候人类就会看到一个穿着银白色、橄榄绿或者是金黄色的金属质感的紧身衣的这种外星人，而且他们的整个脸都是在黑夜中发光。在圣经中，但以理曾经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天使，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个天使的衣服是一种橄榄绿的水苍玉色青绿色，和圣母玛利亚穿的这种的外套是一样的。在深度催眠中，经历者会继续回忆，小飞船会飞进太空，进入一艘更大的母舰。进去之后，有2位经历者凯瑟琳和 Peter 就说，他们先进入了一个好像托儿所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小孩跟一位很高大的女性在玩。 Peter 回忆的细节更多，他说在飞船上他看到了一个外星人，这个脸扭曲丑陋，非常难看。他的眼睛不是特别大，但是非常深邃蓝黑色，像浣熊的眼睛。这个人没有鼻梁，鼻子非常扁，露出2个孔。Peter 就在这个外星人的带领下，他是漂浮的走过母舰的走廊，灯光非常柔和。当他在走廊看到窗户的时候，一下就发现整个地球怎么变得像针尖那么小，他就马上就慌了，问我在哪？地球在哪里？我怎么回家呢？这个外星人就用心灵感应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四处看看，这个船上还有其他人类。之后皮特就走入一个下沉的房间，一进去他就看到有100多名人类好像是在开什么鸡尾酒会一样的开 party， 男女都有，好像是裸体的，但是 Peter 说他们是可能穿着肉色的紧身衣。这时候外星人就说你可以去跟你的同类聊聊，
他们在这里会支持你，因为他们都在经历你所经历的事情。另外2个经历者凯瑟琳和卡洛斯，他们在催眠的时候就说，他们经过一个像心脏瓣膜一样刷一下可以打开的大门之后，就漂浮进入一个巨大的圆形大厅。这个大厅天花板非常高，有上下2层，上层有阳台，就有人可以站在上面往下面看。这个大厅的墙壁是一种用水晶、金属、镜子组成的那种的感觉啊，水晶宫。这种水晶的感觉是在以诺书中以诺上天的时候有记载。然后这个大厅里它里面是有一种星际联合国的感觉，有各种各样的外星人，长得都不一样，有的非常丑，有的这个整个的脸和体态就像蜥蜴人一样，还有昆虫的一样。还有一些外星人是半透明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头，然后呢，他椭圆的眼睛，身子也非常细长，手臂也非常长，他的手上有蹼，他的手有3根或者是4根这种的手指。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像电影的恐怖片一样，这些经历者在定睛一看，哇，他就看到这个巨大的大厅中摆满了成千上百台手术台，1/3都躺着人类，而且每台桌子上都有4、5个外星人正在对这些人类进行手术。有的人说自己是被带进了独立的手术室，有的就直接在这种大厅里接受手术。这些人都可以看到别的人类在各种的仪器上进行检查，有的甚至在漂浮在手术台上被这些外星人检查。而且更加诡异的是，除了这些外星人在对人类进行手术之外，他们还看到一种种族也在进行手术，非常熟悉，那就是人类。手术室里最常见的物种是小灰人只有1米左右。这些小灰人很可能是一种类似工蜂的生物，他们在飞船里外就像无人机一样频繁地走路，非常繁忙干活。很有可能他们就是阿努纳奇神话中的 Igigi 下等神。小灰人中还有更高阶的类型，叫做 Orion， 他们的身高是2到3米左右，头非常大，眼睛非常深邃。人类只要盯着他们的眼睛看，就会陷入巨大的意识流，会感到无数的信息在涌入。小灰人的这个巨大的眼睛和穆特瓦描述的是一样的，因为有一名叫做卡洛斯的人回忆到，这个外星人的这种黑色的眼睛它是一种防护镜。他说他透过这个镜子看到里面有一个眼中眼，这个眼睛就像猫一样，是垂直的瞳孔，红褐色的，像很多蜥蜴一样。被绑架的 Peter 说，镜片后面的眼睛在凝视人类的时候，人类会产生一种完全被看穿一切心智的感觉，觉得自己陷入到无尽的黑暗之中。 Peter 在看到那副眼睛之后，还感到这些外星人好像是一种有忧伤的感觉，好像是在寻求人类帮助。 Peter 还说了这些小灰人的名字叫做欧巴萨伊人。除了这些小灰人外，经历者都会发现有很多人类在充当他们的助手，而且人类分为2种，一种是穿着白大褂戴着目镜的，皮肤是棕色或者是白人的那种颜色，他们都在现场维持秩序。另外一种人类就像海奥华绿眼里的涛一样，他们是金黄色的头发，经历者称他们为北欧型外星人。飞船上为什么会有人类在帮助外星人绑架人类呢？有2个经历者叫做科斯特和保罗，他们推测这些人类很可能是有双重身份的外星人，他们既是人类又是外星人，就有点像漫威星爵的那种从小在宇宙中生活的人类，他们很可能也是混血人种。他们推测高阶的外星人如果直接用心灵感应和人类沟通，这些外星人他们的思想会直接跟人类的大脑连接，人类就会瞬间感受到亿万级无限量的画面、声音还有冲击，整个人就好像被电击一样，感到每一个脑细胞都被点亮，进入一个充满光的无限世界中。他们说这种感觉像云霄飞车一样刺激，长期接受这种高强度信息轰炸的人类他们大脑会疯掉。但是这种精神轰击也会开启人类的大脑潜能。麦克教授就记载有4位经历者，他们在被外星人心灵感应之后，就会有一种涅槃觉醒的感觉，觉得自己就是整个宇宙，而且看到了自己的前世。凯瑟琳就看到自己的前世是一位古埃及的宫廷御画师，还有的人说自己的前世是一位13世纪的摩洛哥商人。还有个例子就是为什么穆特瓦会成为祖鲁大法师，就是因为他和外星人接触有关，这个外星人的接触开启了他的心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外星人的这个大脑太大了思维太快了，无法和人类直接进行心灵感应交谈，所以这些外星人就需要一个中间桥梁和人类进行沟通，而在场的人类就是心灵感应的翻译者。
他们也是用心灵感应和人类沟通，但是这种的感应能量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接下来就是故事的重点，外星手术。这些外星人进行的手术都是入侵型的，它分为男女两种。相同的地方就是经历者都会被脱光衣服，固定在一个人体形状的金属手术台上。这时候这些人就会非常恐惧，大喊大哭啊，不，你不能对我这么做。外星人就会通过心灵感应对人类说，啊，你别害怕，不要反抗，说什么这是必要的，我必须这么做，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样本。之后外星生物会拿出一种圆头的金属棒啊，啪一下敲击人类的脑后，让人类迅速进入麻醉状态。虽然是麻醉，但是意识非常清醒。之后外星人就开始检查，他们会从人类的腿部，可能是腿部大动脉，注射一种物质，让人感到强烈的疼痛。之后整个腿部就开始麻木。接着他们会用一种长杆的仪器这么咔一下深入这个人类的鼻腔中，好像钻孔一样，特别疼。凯瑟琳就回忆说，当时她非常恐惧，好像感觉到这些仪器直接咔一下穿入到自己的脑部，而且有头骨被钻裂的声音。我推测这些外星人往这个人类鼻腔里钻孔，很可能是放一种大脑的监视器，检测人类的大脑，并且为以后再次绑架他们做跟踪。 And pain was so intense, so 完了后来我又发现大腿家也刺挠，但大腿这块倒没有抠下来类似那个东西似的，没有，反正就是通红，有这么大一个地方吧，我这样这么连着，还有这么一个斜没有这么一个疤了。11年之后，我们再次看到孟兆国的伤痕，他们已经基本愈合，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在麦克教授的报告中，大部分人被绑架之后，还会有第2次、第3次，甚至第5次绑架，甚至是连续3代，父母子女都会被绑架。原因大家一会儿就会知道。接着对男性的手术目的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采集精子。我们现在谈的是外星科学学术探讨绝对是正经的。采集男子精子有很多种，一种是把一个水龙头状的管子接住在男性的下体中，还有一种更加极端的。Peter 就说有外星人是拿针这个刺到里面抽取液体，但是之后外星人会用一种光照射人类的伤口，这些伤口就会迅速愈合。另外一种更加直接更加刺激的采集方式就是直接出现一个女性的外星人，就和孟兆国事件一样，但是细节更加丰富。有一个叫做埃德的男人，他在催眠的时候说，当时在整个房间里有6个外星医师在观察，这时候有一个银白色长头发非常成熟的外星人就走近他。埃德说这个外星人叫做阿基卡，这个阿基塔他也有一对黑色的巨大眼睛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埃德，好像在叫他的名字。埃德一下就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喉咙发不出声音。这个时候外星人就用心灵感应对他说没事，不要反抗，我知道你很害怕，我来是为了我们的福祉，你并不是试验品。说完，埃德这个大脑就咵一下满脑子出现一种强烈的兴奋感全都是什么小电影之类的最刺激的画面。之后就白光一闪，咵也结束了。埃德说他这是这辈子经历过最美好的感受。在结束之后他就听到这个外星人对他说，我做这一切都是必须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星球上的人类。除了男性手术外，还有对女性的手术，目的就是和女性的卵子和胚胎有关。外星人会把含有精子和外星人基因的这种混种的受精卵人工植入到人类女性的体内，之后就会抹除人类的记忆，把他们放归地球。3个月之后，这些女性就会再次经历绑架。这时候外星人就会拿仪器把胚胎从她的子宫里取出来。麦克教授在凯瑟琳催眠的时候就说，你描述一下胎儿的样子。凯瑟琳就说，眼睛和他们一样。还说当外星人把孩子取出来以后，会放到一个有水箱的小车里，这时候会有小灰人把这个车推走。取出胚胎之后，外星人就对凯瑟琳说，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自豪。这时候凯瑟琳破口大骂你骗了我，你这个混蛋。这个外星人好像一下就不理解了就问，你为什么要抵抗？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对大家这么难？凯瑟琳说你毁了我的人生。外星人回答，我没有毁掉它，你甚至不会记起它。
之后他就把手放在凯瑟琳的头上，凯瑟琳这么一下就变得冷静了。外星人说，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最终的结果将是最好的。凯瑟琳还问你们对多少人类做过这种事？这个外星人就回答说，非常多。接下来的场景就更加科幻了。在凯瑟琳的案例中，凯瑟琳之后会进入一个房间，整个房间里摆了10排左右透明的箱子上下5层，一共40-50排。而这个箱子里面就放着长着巨大头部的外星人胚胎。而有个劫掠的人就说，他看到一个房间里面有成百上千个柜子，里面全都放着这种的液体胚胎。Human fetuses. 还有一个叫做 Joe 的人，他看到有外星人向他展示一个托盘，上面就坐着一个婴儿，活的，眼睛非常大。这个外星人对这个混血婴儿非常温柔，然后还把这个孩子放到绿色的液体海绵的东西里面，把它包裹起来，然后还喂他们绿色的液体。而皮特的描述更加的诡异，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孩子。在最后一次绑架的时候，他又进入了一个像幼儿园一样的房间，他就看到房间里有很多混血的外星小孩在玩耍。一个外星人就说，看，这就是你的孩子们。皮特就非常惊讶的看这些小外星人，就发现他们这个头比身体要大而且他们的皮肤有点像人类是这种的，但是有一点粗糙，手臂很细，然后肚子很大。而这种肚子大不是那种 baby 的那种的婴儿肚子这种婴儿肥，它是一种像老年人一样的这种的肚子，这么拉达下来的这种肚子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一派胡言，怎么会有这种混血的外星人地摊文学。我只能说你们见识太渺小了。皮特说的这种的混血的外星人就曾经出现过古埃及，他们就是阿肯纳顿和纳夫提提王朝。你们去搜一下，阿肯纳顿和纳夫提提的历史完全被古埃及抹去了。在1887年他们的雕像被挖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古埃及有这么一个王朝。古埃及学家说，阿肯纳顿的雕像非常奇怪，是因为他得了罕见的基因变异病。但是大家看一下18世纪埃及阿特神庙中出土的公元前1345年的石板，阿肯纳顿一家全部符合凯瑟琳和 Peter 对于混血人类种族的描述。大家看，他们的眼睛就好像外星人一样，而他们的孩子是有 Peter 描述的那种不是婴儿肥的肚子，而是像老年人那种拉达下来的肚子这2个小孩都是。然后更不用说他们的头了，在雕塑中他们的头就说明他们不是正常的人类。我今天写完稿子的时候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如果我被外星人抓走了怎么办？麦克博士这个研究单独看来是非常玄幻，但是因为我看过穆特瓦的故事，也看过孟兆国的这些纪录片更加知道圣经佛经中的记载。有一集我还讲过费陀经的连环往事书，里面就写了宇宙中的人类有40万种。所以当我把这些碎片在脑中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外星人真的可能是从古代到现在都一直在对人类进行混血计划让人类不断的提升自己。根据麦克博士记载的这些对话来看他们是正在创造一个中间物种，作为人类和他们直接沟通的桥梁。而这个物种在历史上也是曾经出现过的，就是释迦牟尼、耶稣、孔子等等。像什么白象入胎、天使报喜，我以前都讲过。而孔子出生的时候更加诡异，他的妈妈是被吸入到一个空桑之中，像一个雪茄形状的一个飞船，叫做空桑。我在会员中讲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这些外星人可能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就是他们会提取中间物种的基因，用来改变自己的基因，以便他们未来定居地球，或者说为了在将来他们占领地球做好准备。下一期会员节目我要研究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内容，喜欢的朋友欢迎加入我的会员。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也感谢 Surfshark VPN 的大力赞助。好了，我们下期再见。